看真实案例品人间悲欢。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2 档案。说到那些被外国人收养的中国孩子，大家第一个想到的会是谁呢？为加拿大在东京奥运会上拿下金银铜3块奖牌的 Maggie McNeil， 还是大富豪贝佐斯家里的中国养女？每次看到相关的新闻下面都会有一堆回帖说谁说投胎是一锤子的买卖？有的人就是那么牛，哪怕初始设置为零为负，照样能开挂当上王思聪。那些被外国家庭收养的弃婴们也因此成为了从糠兜跳入米兜的典型范例。不过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总有一小部分被收养的孩子却没有得到一个 happy ending。下面要扒的这两个事情虽然不能说是悲剧，但也出了很多的幺蛾子。第一个故事呢，跟一对网红夫妻 Stoffer 有关，他们名叫 Micah 和 James。这对夫妻中的丈夫一直在油管上经营着一个小频道，专门教人如何修理翻新汽车，多年累积下来也给自己挣来了40来万的订阅，算得上是一个小网红。比起老公来呢，老婆 Micah 的频道则更是有关自己的家长里短，订阅呢也只是老公的一个零头。本来这俩人就是这么自娱自乐的拍拍片子赚点外快，但是一次无意中的举动却让他们打开了财富密码。2014年底妻子 Micah 上传了一段自己在家验孕的视频，在镜头面前她非常欣喜地分享了自己看见验孕棒上出现了2根线，夫妇2人对新生命到来充满了期盼。但是好景不长，就在她兴致勃勃地更新自己的孕期 vlog 的时候，却在怀孕第9周的时候查出了胎停育。很多观众跟着她体验了从惊喜到失望再到悲伤，尤其看他最后哭的那是梨花带雨，我见犹怜，让没看过《甄嬛传》的美国观众着实的感动了一把。结果就是他因祸得福，频道点击订阅如同坐了火箭一样一飞冲天，几乎能跟自己的网红老公看齐了。没过多久她又一次怀孕，这次呢平平安安的生下了一个漂亮的女儿，而她也因为更新自己的孕期和育儿日常，人气日增，接到了不少婴幼儿食品、日护等等的广告。再过了1年多一点，他们又添了一个儿子，从此家有儿女，在镜头面前过上了人人都羡慕的 American Dream 美好生活。2016年，2个人抱着还不到半岁的儿子又拍了一个视频，题目叫做重大的消息来了，我们家又要添新成员了。 We're gonna adopt from China. We are going to be adopting a little boy from China. 正当大家感慨这对夫妇的造人效率实在是高的时候，他俩忽然话锋一转，表示这回可不是老婆怀孕喽，而是我们要去中国收养一个宝宝。其实按理说他们年纪轻轻，自己又有孩子了，是很难进行跨国收养，更何况中国在这方面要求其实一直非常严格。但是这对夫妇表示这都不是问题，因为我们不仅是要献爱心，还要献大爱。我们要收养的呢是一个有先天残疾的孩子。查了查好像的确有这么一说，如果孩子属于残疾儿童，那么可以酌情放宽一些限制。这对夫妇也表示，我们是有金刚钻才敢揽这瓷器活的。老婆 Micah 之前是一名护士，有着丰富的经验，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来照顾一个残疾孩子。在发表了这一通非常感人的演讲以后，他俩开始进入正题。权衡再三以后，已经有一个跨国领养机构给他们安排了一个1岁半的中国男孩，这个孩子患有癫痫、自闭，脑子里还有一颗肿瘤，属于中度到重度残疾，需要人长期不间断的照料才可以。说到这儿这个视频的重头戏才刚刚开始。2个人表示去中国收养孩子的费用很高，小夫妻现在手头的闲钱有限，希望观众老爷们能慷慨解囊，给他们捐点机票路费呗。说实话看到这儿我是非常无语。你俩都知道养个这样的孩子费钱费功夫，结果呢连去中国的机票都需要众筹，那后续还想咋地？让网友来给你俩养孩子呗？结果还真是这样。在之后的几个月里呢，2个人又放出了好几个视频，目的也是变着花样的要人给他们捐钱，创意倒是拉得满。比如他们定制了一张1000片的拼图游戏，以每小片拼图5块钱的价格在网上出售。每当有人买下一片呢，他们就给放上去。最后如果完成了，那就是那个他们要领养的小宝宝的照片，让所有的网友都看看他们未来的儿子长啥样。噱头是赚够了，
但是别忘了，到这个时候呢，他们的领养手续8字还没一撇，甚至连小宝宝的面都没见着呢，就忙着用它来赚钱。2017年，这场领养造势已经快1年以后，夫妻俩终于在网友的赞助下去往中国，见到了这个叫做 Hux 的宝宝。当然了，所有的一切都要秀到网上的这俩人呢，是绝对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尤其是麦卡，抱着宝宝不撒手，眼含热泪，口中不停地说着：“我终于见到你了，我们终于在一起了，我终于是你的妈妈了。”在赚足了人们的赞美与感动之后，这支影片也成了他俩频道的最新爆款，观看数很快就破100万。但实际上这次见面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美好。Hux 对自己的新爸新妈非常抗拒，不仅哭闹不停，还又踢又踹，直到后来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出来，才勉强安抚下他的情绪。而网红夫妻呢，也对这个宝宝非常失望，他们觉得孩子不懂事，不配合，生理心理都感觉发育滞后。由于这第一次见面的不愉快，夫妻俩甚至当时就有了想要反悔退货的念头。但是想想自己网上那几十万粉丝都盯着呢，于是也就硬着头皮把 Hux 带回了美国。Hux 宝宝落地还不到2周两个人赶紧在网上又发了一部视频，里面各种暗示说他们被中国的福利院和那个跨国领养机构给坑了，孩子的情况比他们想象的严重得多，需要进行好几次手术，外加各种康复训练，很多还不在夫妻2人的保险 cover 之内。然后又赶紧放出了一个众筹的网页，要粉丝们捐钱给孩子治病。非常刺眼的是在养母麦卡在镜头前聊到孩子的语言治疗需要花$500一个月，夫妇俩完全无力承担，于是打算降级到$70的时候，他手上还戴着一只价值$6000多的卡地亚的手镯。而且呢，他还毫不掩饰的在很多影片里哭诉 Hux 是多么的难带，语言不通，挑食，作息时间不规律，还会咬人和打家里的其他孩子。尽管他平日里是手机摄像头不离手，但是大家都只能从视频里看出他一次又一次的教育 Hux 不许咬人，不许摔东西，但是却一次都没见到他真正咬过谁，或者做过什么破坏性的举动。事实上这个孩子不仅和他互动频繁，还学会了不少的英文单词，看上去完全没有他说的那么不堪。于是有人开始觉得夫妻俩是否在夸大其词，故意卖惨来博取关注。毕竟当年她的走红就是因为怀孕流产而得到了大量的同情，而又有什么能比照顾一个先天残疾困难重重的孩子更能得到人们的关注呢？不过这样的质疑声很快就被淹没在了支持他们的粉丝当中。伴随着收养 Hux 的行为，他们在网上的人气也是一路飙升，频道很快就冲破了100万订阅大关。很多生产婴幼儿产品的商家也联系他们进行赞助，一条2-3分钟的带货广告就能让他们轻松入账5-6千美元，再加上油管的收益分成，两个人的年收入保守估计也在30万到50万美元之间，还不包括他们收到的各种各样的捐款和以给小宝宝治病为名卖给粉丝的周边，一家人妥妥的进入了中产以上。2018年的7月，麦卡再次宣布怀孕，让这样的生活锦上添花。可也就是在她发布的孕期视频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察觉到了这家人的不对。比如说有一支视频里挺着大肚子的她和老公，还有自己的2个孩子在卧室的大床里面看卡通片，但是养子 Hux 却不在里面。对此呢，他们的解释，因为 Hux 有严重的自闭症，所以医生建议他每天晚上7点以前就应该上床睡觉。可是在视频的背景音里分明能够听到有孩子在隔壁房间声嘶力竭的大哭，可是一家人呢却充耳不闻地继续拍视频。还有另外一个视频里眼尖的网友们发现 Hux 手腕和大拇指上厚厚的裹了一层大力胶，这是什么操作呀？对此养母的解释是他有吃手指的坏习惯，屡教不改，于是干脆给他盖上，希望这样能够有所改善。可是针对吃手的问题，有见过戴棉手套、硅胶手套，用玩具分散注意力的，从来没见过这种奇葩方法的呀。我小时候玩那种很薄的透明胶带，从手上撕下来都生疼，大力胶这玩意儿从皮肤上撕下来可比撕张膏药什么的痛多了，何况 Hux 才多大呀，细皮嫩肉的，还给贴得那么厚实。这个养母之前还在自己的育儿博客上分享了自己对付小女儿吃手指的经验，说小孩子吮吸手指是因为缺乏安全感，
所以大可不必担心，注意好卫生，可以由他去。而且我觉得女儿吃手指的样子很可爱呀。那同样是吃手，亲生孩子就很可爱，收养来的孩子就得强行校正吗？在这个吃手风波过去之后2019年这家又迎来了新宝宝。可也就是在拍摄了这张全家福以后，养子 Hux 就再也没有在他们的视频或者照片里面出镜过。期间也有人留言问起 Hux 的情况，结果夫妇俩不仅没有回答，而是将问题删除，假装 Hux 从来没存在过。就这样过了3个多月，随着养子的继续消失，网上人们的质疑声也越来越大，就连一个自称是2人邻居的人也出来爆料说，好几个月前开始进进出出的，就没见过 Hux 的影子了，天知道人究竟在哪儿。眼看着是纸包不住火了，夫妇2人终于拍了一个视频，主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给我们的养子 Hux 找新家。在这儿呢，他们用的是 rehome 这个词。一般英语的语境里这个词通常用来给猫猫狗狗的找个新主人，还是头一回见到用在人身上。视频的内容呢，依然是抱怨 Hux 多么难带，自闭症导致他经常情绪失控，对养父养母和几个兄弟姐妹是又打又咬，已经对其他孩子造成了身体伤害。而且呢，他身体有各种各样的先天疾病，很多都无法治疗，会造成终身残疾。然后继续甩锅，表示这个孩子货不对版。他们养了2年多已是仁至义尽，现在实在是力不从心，只能在医生的建议下含恨放弃。先不说这个还不到5岁的孩子到底有多大的危险性，单凭最后一句就几乎可以肯定这夫妇肯定是睁眼说瞎话。即便是领养的儿童，试问哪个医生会主动建议父母弃养孩子呀？父母有没有能力照顾孩子，孩子是否能够继续待在这家人家里，是儿童保护局通过社工、医生、老师等一系列专业人士提供的证据，然后经过层层评估以后才能做出的决定，而不是你说不要就不要了。即便是家里的问题狗狗兽医一般也会建议你要找个训练师，主人要跟着上课受教育，而不是叫人家别养了。更令人心寒的是在这视频里，养母口口声声地说给孩子找了一个新家，新的父母很有经验，能够对他提供更好的照顾，孩子也非常开心云云。但是实际上在正规的儿童保护局的资料中并找不到相关的材料。而之后呢，也有一个相关从业人员出来爆料说，其实Hux 是被送到了一个私人性质的寄养中心，所谓的新爸新妈其实也不过就是寄养家庭而已，根本就不是他的永久新家。所以这2人的既当又立，明明是弃养孩子还各种甩锅的行为，自然被网友们一通狂喷，几千条留言最后都被删的只剩10几条，剩下的都是那些什么哎呀你们把孩子从中国福利院带出来已经是积德了这类的双商欠揍言论。眼见着这留言的速度赶不上删帖的速度，网友们于是转战各大平台，在夫妇俩所有的视频下面各种留言点彩，不仅粉丝几天之内掉了几10万，还有很多跟他们有合作的品牌也收到了各种各样的投诉，要求取消他们的代言。而整个事情中最荒唐的是，在麦卡夫妇所在的俄亥俄州，遗弃自己的亲生子女犯法，但是把养子养女丢给别人养是完全合法的。所以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一个人标榜自己遵纪守法，那么反而说明他有可能是个人渣呀。不过这届网友可没放过他们，在之后的几个月里，直接把2人所有账号都喷到下线，所有赞助商也一律跟他们划清界限，就连老公那个修车的频道，一个视频下面有好几万个彩。但是有关 Hux 的下落却没有一个很确定的说法，只知道截止到2020年7月，他依然处于寄养中心的托管下，依然在等待那个全心全意爱他、永远爱他的新家。在讲完这个憋屈的故事以后咱们来讲一个相对结局比较好的故事吧，给大家已经攥紧的拳头松松劲儿。这个纽约中国养女争产案起源于1995年，纽约的 John Svenson 和他的妻子 Christine 决定收养一个不到1岁的中国女婴，他们给这个女孩起名为 Emily。John 呢是一间名为 Amscan 的大公司 CEO， 这间公司专门制作和销售婚礼和派对用品，在1958年时候创建，当时已经上市了，价值上亿。他的妻子 Christine 比他年轻26岁，他们结婚之后一共有4个子女。
在决定收养 Emily 之后不久，妻子又怀了孕。在正式收养手续办妥之后不到1周，他又生下了第5个孩子。与此同时呢 ，John 还资助了另外一名中国男孩 Eric 来美国动手术。这个孩子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这个 John 呢，他曾经想过收养 Eric， 但是遭到了妻子的强烈反对。签署完正式收养 Emily 的协议之后1个多月John 被发现患有癌症。1996年4月6日，2岁多的小 Emily 来到美国和养父养母一起生活。在他落地美国的当天 ，John 就在公证师的见证下签署了一份文件，他专款拨出了350万美元作为 Emily 的成长和教育基金，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养女 Emily 的所有权益和她亲生的5个子女相同。在这份文件中呢，他还特别提出不允许弃养或者将 Emily 转给别人收养。然而这份文件签署之后不到1年 ，John 就因病去世了。这位养父尽管只跟 Emily 生活了短短1年时间，但是却给他留下了巨额的财产。2004年12月，在 John 死后的第7年，他的遗孀 Christine 将中国养女 Emily 交给了一个叫 Spence Chapin 的机构进行领养。他在相关文件中称 Emily 是一个有认知和情感障碍的孩子，他从来就没有真正融入过他们一家的家庭生活。为了证实这个说法的真实性呢，他还专门出具了医生证明，说 Emily 的确有精神方面的问题。1年半以后Marianne 和她的丈夫决定正式收养 Emily。她呢是 Emily 寄宿学校的校长，这个学校是专门为有学习障碍需要特殊辅导的孩子而开办的。在 Marianne 眼中10岁的 Emily 尽管内向害羞，学业也不是很突出，但绝对不是一个精神上有毛病的孩子。他和自己的一家人相处得非常好，从来没有任何的暴力倾向。在办理完收养手续之后的第2天呢，前一个家庭的养母 Christine 将 Emily 剩余的84万美元基金打入了新的户头，表示从此以后人货两清，这个孩子跟他再也没有任何关系。这个时候呢，办理领养手续的律师提醒84万这个数字不对，因为除了那专款专用的教育基金， Emily 还有遗产继承权。之前John生前签署的那份文件就是证据， Emily 应该和她的5个亲生子女一样对待。那么 Emily 应该继承到多少钱呢？在 John 去世之后的第2年，有关他遗留下来的财产评估大约是3亿美元。此外2002年由他创立的 Amscan 被收购，价格为 3.8 亿美元，而且他名下还有4个小岛，最便宜的一个都价值200万美元。按照 John 的遗嘱，他的财产由5个亲生子女加上养女 Emily 平分。那这一算下来是什么量级？你拿84万打发谁呢？而且 John 特别在遗嘱中强调，他的老婆 Christine 在最小的孩子满18岁之前，作为监护人有权利支配这笔钱，但是一旦这些孩子成年，他就必须放手。除了他自己的信托基金，他实际上是分不到遗产的。于是这 Christine 正式弃养了 Emily 之后呢，就通过律师要求将 Emily 的名字从丈夫的遗产分配名单中给去除，因为他从来没有将 Emily 看成是自己的孩子。这个做法彻底激怒了收养 Emily 的新家，他们觉得简直是欺人太甚。你不养娃就算了，之前老公活着的时候说好的一视同仁也全当放屁，简直是岂有此理。于是他们通过律师向法庭提出了民事起诉。你无情，休怪我不义你 Christine 已经不是 Emily 的监护人了，咱们现在就开始分财产。大概是觉得之前老公的遗嘱和那份绝对不许弃养的文件铁板钉钉， Christine 自知这个官司胜算不大，于是她开始积极的转移财产了。她将丈夫名下的一个小岛和上面的房产以380万美元的低价卖出，而这个岛的实际估价是500万美元。之后呢，他又买下了数艘游艇和汽车，价值超过80万美元。不到1个月之后，又以半价卖出。最后他又将另一个小岛以低于市场价50万的价格卖出，喜提外号小岛女人。这一系列的赔本买卖让人实在看不懂他葫芦里到底卖了什么药。难道说这个女人是觉得我得不到的你也休想得到，趁这功夫能霍霍多少是多少？其实这小岛女人可不傻。在这些交易进行完毕之后，他对外宣布自己跟这些生意的买家日久生情了，卖房卖车卖岛的同时呢，把自个儿也给卖了。
她在开庭之前火速嫁给了那个买家。这么一来，她不过就是把前一个老公的钱和房产过了下手，通通转入了下个老公手里，而实际上呢，还是在她的掌控之下。那这种侮辱法庭智商的行为当然是不被允许的。2011年底，纽约民事庭正式下令指定第三方调查在这些交易中出现的猫腻，重新评估 John 的遗产价值。到了2013年这笔遗产的总价值最终被定在了2.5亿美元。法院判决中国养女 Emily 分得了其中的4100万，结局是大快人心。不仅如此此案还有个搬石砸脚的后续。那个养母 Christine 在2014年跟那个买家老公就离婚了，不出意外，她强烈要求分财产，向媒体表示，至少我得要回当年作为嫁妆带过来的那2个小岛，那总价值已经超过1000万了。但是这个二老公当然是不承认了虽然是靠你操作低价买来的，但这些房产是我真金白银买回来的，什么时候成了你的嫁妆了？于是这俩人的官司打得那叫一个难看，着实是让人看了一出狗咬狗一嘴毛的大戏。最后法庭判决对半平分，啥嫁妆不嫁妆的，以收购文件为准。于是Christine 的这堆小九九不仅没能给自己抢到 Emily 的那份遗产，反而是把自个儿子女成年以后应该得的那个遗产也亏了进去。于是呢，他自己的子女们因为这次投资失败而将母亲告上了法庭真是母慈子孝他那些孩子们不是啥省油的灯，在遗产问题上个个都跟乌眼鸡似的。倒是当年那个他死活不愿意要的养女 Emily， 后来在校长夫妇的悉心教育下，以荣誉学生的优秀成绩高中毕业，进入大学学习设计，加上继承的丰厚遗产，年纪轻轻就已经成为了1000万富翁，妥妥的人生赢家。其实我个人觉得相对于经济实力的雄厚，收养家庭有爱心，愿意付出，其实才是最最重要的。感谢收看 M2 档案，如果您觉得视频还不错，别忘了点赞、订阅、转发支持一下。怎么样？下期再见。